我不是在上课喝酒吗？这是哪儿啊？来玩呀！区区一个邻家赘婿，什么档次？竟然也配跑到还乡阁来！来人，给我把他衣服扒光，扔到大街上去！是。这个林家怕是要丢大脸了。王公子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当然是要利用此事，将林家彻底打入深渊了。我竟然穿越到了大夏，还变成了京城富豪林家的赘婿。国师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天运之人。陛下，微臣以星罗盘推算7749遍，不会有错。大夏之厄运，只有他能解救。若陛下能与其珠联璧合，那我大夏……你要朕与他珠联璧合？他不仅是个纨绔，还是废物赘婿。朕乃一国之君，岂能委身于这种货色？国师不必多言，朕就不相信我泱泱大夏还找不出第二个能救国于危难之人，还是另寻他人吧。你看看这，真是丢人呐！你看，我去！看什么看？臭流氓！夫人小姐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没看到我正跟母亲讲话吗？小姐，姑爷在怀香阁喝花酒，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到了大街上。好他个赵岩，竟然做出如此丢人之事！等他回了我去，林家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你小子竟然跑去喝花酒，糊涂呀！好你个赵岩，成何体统！来人，给他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走开！丈母娘，乱棍打死，你这也忒狠了吧！身为林家的赘婿，出入风月场所，还被人把衣服扒光了丢在街上，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了。不打死你，留着有何用？我为什么去逛青楼？你们不知道，还有脸怪我？赵岩，你不可理喻，你自己风流，与我母女何干？林夕瑶，咱们成亲也有月余了吧？可否同房？这跟你去青楼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我才20出头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。若你尽妻子之责，跟我何苦之死？哼，一派胡言！哼，还有你，身为人母，不让自己的女儿跟赘婿延续香火，你还支持他不同房的想法，这是你丈母娘该做的事儿吗？当初你林家遭难，是我爹出钱出力救你们于水火。现如今我家道中落，被迫成为你们家的赘婿也就算了，你们还想杀我？如果我爹和老丈人还活着，我怎会受如此委屈啊！要不你们杀了我吧，也好让我下去与他们团聚。爹，老丈人，如果你们在天之灵，睁开眼睛看看吧，我过得有多惨啊！我过得有多惨啊！有多惨啊！赵岩，你可知自从你来到我们林家，我们林家生意一落千丈，如今你又做出这种丢人之事，日后一定会成为他人攻击我林家的借口。那时我林家恐怕会家破人亡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履行婚约。赵岩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家破人亡？这么严重吗？看来这林家还是得靠我呀。靠你，一个只会吃喝嫖赌的废物。3日之内，我让林家起死回生。夸夸其谈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若真有此本事，你们赵家又何至于家道中落？
你不信？咱们打个赌如何？如果我做到，你们都要跟我同房。口误！西瑶跟我同房。若是你做不到呢？我若做不到，便与你和离，滚出林家！你怎么老跟着我呀？是小姐交代的。对了，你叫袭人。姑爷不记得奴婢了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启蒙老师。那我就改名叫贾宝玉。嘿嘿。贾宝玉？哎，什么贾宝玉啊，姑爷？姑爷，你在这转半天了，究竟要做什么？施兆言，卖染料哦。姑爷，咱们家就是做布料生意的呀，什么染料没有？紫色，咱们家有吗？紫色染料？整个大夏都没有紫色，只有出云国才能染出紫色。这不就对了吗？想要赚到钱，就要做别人没有的东西。走。陛下，您怎么考虑？北宁异动，朝廷混乱，此人又是应挂之人，不如先将他暂时收入朝堂。至于您和他珠联璧合之事，可以暂缓。朝廷又不是阿扎之地，什么烂东西都收。待朕上去跟他聊聊，再做理会。这原来是木炭和芒硝的混合物。嘿，我要是加点硫磺，岂不是成火药了？什么混合物？这分明就是炭灰，连炭灰都不认识，真不愧是大夏第一废物赘婿。我认识你吗？你说话这么冲，你谁呀？正式的介绍一下，我乃姑爷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大夏的治安这么差吗？大白天就砍人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当街行刺，把他们全部杀掉！别站在这里碍事，赶紧滚！姑爷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你先走。炭灰、硫磺、花瓶，有了。你怎么又跑来了？我救你们呀！闪开！傻子，想用这花瓶砸死我们吗？姑爷，姑爷，你没事吧？姑爷，硫磺放多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臣也不太清楚。快！啊！刚才要不是我，你们两个就嗝屁了。大兄啊，以后少门缝里看人。袭人，走，咱们去买煤焦油去。混蛋，竟敢叫朕大兄哥！如果不是看在你救朕的份上，陛下，赵岩竟然做出了如此可怕之物，这下您该相信他是气运之人了吧？国师，立即去查一下这些刺客的底细，朕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胆。另外，举办群英会，宴请京城各路才俊。群英会，陛下这是要……北宁之事，在朝堂上无人提及，说不定在市井上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遵旨。赵岩，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那朕就再考验你一下，看看你究竟是不是气运之人。没想到大夏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若不是本公主有金丝甲在身，否则今日是难逃一死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找到这个使用武器的人，把他拿到手。
姐，你居然真的染出了紫色！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相信啊？姑爷真的太厉害了，我们林家终于有救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娘子跟丈母娘呢？夫人和小姐被请去商会了。商会？商会的副会长王公子一直觊觎我们家小姐，恐怕这次夫人和小姐会吃亏。王代臣，之前就让我当众出丑，现在敢打我老婆的主意，是时候设计一下她了。赵会长，不知你请我们母女过来有何贵干？商会决定将林家除名，从今以后，所有绸布供应商都将停止与林家合作。什么？我们林家的生意已经一落千丈，你们是想要逼死我们吗？林夫人，你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你们家女婿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若不把林家除名，那商会的声誉也会受损啊！该死的赵岩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母亲别急，赵会长，仅凭这一点就要将我们林家从商会除名，是不是太过儿戏了？林姑娘，你娘也说了，你们林家的生意本就一落千丈，商会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供应商的利益啊。赵会长所言不错，我们不会再向林家提供原料，保不准连货款都收不了。是啊，我们停止向林家供货。你们，林夫人不必这般激动，事情也未必没有缓和之机。请王公子赐教。我虽为绸缎商会副会长，但我十分仰慕西瑶。不过这个事情不好徇私，若是我们能成为一家人的话，那么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难办。王公子的意思是让我休了赵岩，嫁给你呀？西瑶，我知道你与赵岩那废物并无夫妻之实，若是你能嫁给我，我可以保证，我定会让林家成为京城第一富商。第一富商，我若真嫁你为妻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林家就彻底兴亡了。此话何意？你爱慕我的姿色并不假，可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吞掉林家。我林家之事也是王公子一手策划的吧？先是打击我们的生意，然后陷害我夫君，让他人做到，你再跳出来装好人。京城第一才子，绸缎商会副会长，人品就如此卑鄙。王代臣，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好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，分析得如此全面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公子也不再给你留情面。今日，若是你不从了我定会让你们林家万劫不复。让林家万劫不复？你配吗？让林家万劫不复，配吗？哟，这不是赵大赘婿吗？怎么着？你以为你穿上衣服我们就不认识你了？狗腿子，滚一边去！赵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婆跟丈母娘被人欺负，我能不来吗？让我老婆嫁给你？你当我不存在啊？我王八蛋！你不要脸！你抢我老婆！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他了。当着我的面抢我老婆，你报官我都不带出的！哎呀，你个废物赘婿，你敢打我！算了，赵岩，你死定了！还有你们林家，都完了！赵岩，你干什么？先是在青楼出丑，又在商会逞凶，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丈母娘，你别激动啊，要不然会长皱纹的，某些地方也会变小的哦。你，王代臣，你口口声声说让林家完了，
你好大的口气！那你可以看看，在场的人有谁是你们那边的？赶紧回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我说过，3日之内让林家起死回生。咻！你一个小小的赘婿，有什么资格让林家起死回生啊？就凭这个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林家做出了紫色染料？哼，笑话！谁人不知，紫色染料只有出云国才有出口。你这一定是外面买来唬人的。外面买的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！哎，这块布料用的紫色染料，质地比出云国的还要好啊！林家真的做出了紫色染料？赵岩，哦不，赵公子，你可否考虑出售配方啊？我造出紫色染料，为林家挽回局势。丈母娘、娘子，你们可还满意？这次你做的还不错。但你为什么要把配方卖给商会那些人？你明明看到他们对我和母亲的态度了。就是啊，紫色染料独此一家，如果我们自己做，用不了几年，一定会成为京都乃至大夏的首富。你们真的以为这染料配方我们林家保得住？什么意思？紫色染料一出，定然引起轰动。如此大的商机，朝廷会放任不管？我们林家无权无势，等到官家介入之后，不但配方保不住，搞不好还会有灭顶之灾。我明白了，你把配方卖给他们，是想让他们帮我们林家分担风险。倒也不全是，我主要是想狠狠地赚他一笔。至于染料配方，他们买了也做不成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等等你就知道了。姑爷，这是朝廷下放的群英会帖，邀请京城各路青年才俊来参加，你也在其中。明年朝廷要招收人才，有点意思，去看看。慢着，怎么了？你还是别去了吧。为啥呀？虽然你这次研究出紫色染料，替林家缓解了危机，可你当下应该做的就是韬光养晦，潜心苦读，考取功名才是正道，而不是去什么群英会。万一惹出什么祸端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母亲说的对，赵岩，你还是别去了。靠死记硬背考取功名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了？有捷径不走，去读书。我脑子秀逗了。你算了，母亲，赵岩刚为林家立下了大功，就让他撞了南墙，再教训他。竟然是他，哼！看来今天这群英楼还真是来对了。赵岩，又是你。诸位，我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当街裸奔，让全京城都开了眼的赵岩赵大赘婿。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参加群英会。群英楼乃是当今陛下为招纳人才所建，能来此的都是有功名在身的大才之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介白衣而已，也配入群英楼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以后群英楼外面得立个牌子，裸男与狗不得入内。李兄切莫如此说，这位赵公子敢当街裸奔，也算是个人才。毕竟我们都做不出这种猪狗不如之事吧。对呀，哎呀，好了，都住口。赵兄切莫生气，大家只是开个玩笑。毕竟那天在还香阁，你的事情太过轰动了。
你们可知赵兄乃是大才之人，才高八斗，出口成章。而且赵兄更是制作出了紫色的染料。赵兄可比今天所有人都更有资格参加今日的群英会。狗一样的东西竟敢打我！我先把你捧得高高的，然后再狠狠地踩在脚下。什么？还研制出了紫色染料？天哪，这不是破天的富贵吗？这林家要成为首富了？想必今日的群英会，赵兄一定能大放光彩，声名远扬。王某在此提前恭喜赵兄。这家伙还真阴险，想要捧杀我。哎呦，戴晨兄，你可真是宽宏大量啊！昨天我刚把你打得屁滚尿流，今日你还替我说好话，真是好人呐！好人！什么？王公子竟然被赘婿给打了，是真丢人，可真丢到姥姥家了。参见国师。诸位无需多礼，本国师奉陛下之命主持群英会。今日表现优异者，无论是否有功名在身，皆可入朝为官。什么？直接入朝为官？真的假的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万万不能错过呀！这个国师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请国师出题。今日之题只有一个：倘若边境3城已丢，北宁大军兵临天宇关下，请问诸位有何退敌之良策？就无人能出良策了吗？竟然出这种题，看来大夏女帝要与我北宁硬碰硬了。禀国师，在下以为出了此等事，应当与北宁求和。求和？是，若北宁真的拿下我边境3城，那便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十分强大。与其硬碰硬，不如给他们些金银，求他们退兵。若北宁还不满，那便派一名公主或者郡主与他们和亲，想必北宁定不会再动兵戈。李公子可真是有谋略啊！多谢国师夸奖。与朝中那些文臣一样，都是软骨头。若我大夏都是这种人，那何愁不亡？最好大夏多些这样的人，如此我北宁的铁蹄就能踏遍夏国。王公子，可有什么计策？启禀国师，在下认为求和未尝不可。怎么？难道你也觉得我大夏不配做北宁的对手？国师不要误会，在下的求和与李公子的求和不同。在下认为，以求和之意，诱骗北宁高层刺杀亦或者俘虏，只要成功，北宁大军便会受到我们的钳制，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手段虽然不光彩，但对于北宁那些人足以甚好。若国师能多给在下多点时间，在下一定能想出更多的计策。这个姓王的还真阴险，不愧是我大夏第一才子，计谋过人，果然略有文采，是个可造之才。本国师宣布，召王公子入朝，赐五品兵部员外郎之职。天哪，这就成5品官了！可恨我无王公子之才，不能立于朝堂之上。王代臣谢国师，谢陛下恩典。国师大人，在下想向您推荐一位真正的大才之人。还有人才能在王公子之上？此人聪慧绝顶，远非代臣可比，尤其军事，放眼大夏，无人能及。王公子想要推荐的人是？此人正是赵岩，赵公子。我与赵公子切磋过文学和兵法，无论哪项，赵公子都远在代臣之上。所以，即便代臣的计策再好，也不如赵公子的计策好。
也许赵公子会不费一兵一卒击溃北宁，还请赵兄为大夏国出谋划策，拯救国民呢。赵岩，只要你说出不合适的话，那就不仅是丢人了，还可能丢命。既然王公子如此推荐我，那就请赵公子赐教吧。哎，我想起来你是谁了，你是跟大兄哥一起的那个，你是国师？那他休得无礼！说你的计策便是。啊，对策是天宇关吗？以我之见，我觉得直接把天宇关送给北宁吧。你说什么？好你个赵岩，亏朕之前还对你天运之人的身份抱有希望，会想出什么高深之策，没想到竟是卖国之谋，当真该死！莫非此人真是我北宁派到大夏的细作？要不然他怎会出这种计策？赵岩，你果真是没让我失望，略微吹捧一下，便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言，这次也死定了。赵兄，你说将天宇关送给北宁？没错，如果对方有所怀疑，那就请陛下亲自相请，想来这北宁肯定会同意的。你说要让陛下亲自请北宁大军入关？这家伙怕是傻了吧？竟敢当着国师的面说出这种话，简直是找死！我看他就是沽名钓誉，要不然怎会胡言乱语啊？赵岩，你放屁！你饿了？你竟想把大夏第一关送于北宁，还想让陛下涉险，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，奇袭当诛！赵兄，这次在下也帮不了你了。启禀国师，赵岩定是北宁奸细，否则怎会说出如此谋逆之言？在下认为应将其打入大牢，凌迟处死。还有，赵岩是林家赘婿，林家恐是同谋，应一同打入天牢，严刑审问。到时候，不仅是林西瑶，整个林家都会是我的。王大臣，你是个傻子吗？哪个奸细会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说这种话呀？赵岩，你意欲何为？若解释不清，不仅是你，整个林家都会遭难。他们不明白，国师还不清楚吗？我，咱们在天宇关埋下，就是那天在街上我做的那个。等到北宁大军入关，原来如此，赵岩，乃真是当世大才，所出计策无人能及。我怎么听不懂赵岩在说什么？要先把天宇关送给北宁，然后还要让陛下当诱饵，可国师却说他是大才，这如此，那赵岩岂不是也要做官了？而且还比王公子大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原来这个赵岩才是最阴险的人，他想要将我北宁大军引入天宇关，然后用那天的东西对付我们。此人不仅能制造武器，还能造出紫色燃料，若是为我所用，北宁必兴。我得想点办法将他拉拢过来。刚才那些人说赵岩喜欢去青楼，今日群英会就到这里，诸位请回吧。国师，我还有一事。这是紫色染料配方，林家愿献给陛下。什么？哼，什么表现优异者可以直接入朝为官？可出了个这么好的主意，还把紫色染料的配方献上去了，竟然让我回家。那个国师也是瞎了眼。呸！赵岩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已经将紫色染料卖给了我们，现在又献给朝廷，还
还拿到了独家代理权，也是想坑我们了。哼，自信点儿，把妈去掉。我就是在坑你们。嘿嘿嘿嘿嘿，你这是违背协议。王代臣，你不但惦记我老婆，还让我当众出丑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？再者，协议上签的是我不能卖给其他人，现在我是献给陛下，不算违背。你个混蛋！骂吧，你骂得越狠，证明你越不爽，你越不爽，我就越舒坦。哼，王代臣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打我老婆和林家的主意。哦，对了，你还不能私自做紫色染料，否则律法难饶。要怪，就怪你太贪心。王公子，不，王大人，赵岩这小子居然敢阴咱们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弄死他。放心，我会让赵岩和林家都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。哼！赵公子，在下叶红玉，刚刚也在那群英楼中，实在是被赵公子的聪慧深深折服。在下想请赵公子去还香阁喝杯水酒，不知你是王代臣的狗东西派来的吗？还想再让我上一次当？滚！我没时间陪你们瞎扯淡。不是，他不是喜欢去青楼吗？怎么是这个反应啊？看来想拉拢他并不容易，我得再想个办法，实在不行就把他绑去北宁。没想到赵岩居然将紫色染料弄了出来，此人脑子到底装的什么东西？不仅如此，加上他在军事上的见解，臣可再次断定他就是天运之人。陛下，赵岩之才世所罕见，若不将他招入朝中，恐怕是我大夏的损失。国师，方才朕没有直接让你招他入朝，是还没有想好封他做什么官。现在朕想清楚了，国师，你即刻去灵府传旨，封赵岩为上御史兼兵部侍郎。陛下，这上御史可是二品大员，统领御史台，有监察百官和天下之权。这兵部侍郎还掌军务，是不是有点？再者，赵岩没有任何功名在身，一下子掌握2个要职，恐怕百官会对他不利。国师，不是你说他是天运之人的吗？朕就给他发挥的空间。再者，百官就算是朕给他的另一项考验。群英楼可有收获？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白跑一趟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潜心苦读才是正道，别总想着歪门邪道的捷径。母亲的话虽然难听，但却是至理。赵岩，你以后就在家好好读书吧。是，老婆和丈母娘教训的是。王公子，你这是作何？本官前来查抄灵府。查抄灵府？你做官了？王公子乃是正五品的兵部员外郎，这可是国师在群英楼亲封的。怎么，赵岩没告诉你们？员外郎又能怎么样？兵部有权查抄民宅吗？赵岩，你私自勾结北宁，本官奉御史台之命前来查抄，手书和人证我都带。大人，小人是赵公子的信使，这便是他私通北宁的信物。勾结外族与谋反无异，这必定是你从群英楼惹回来的祸。母亲别急，王公子，你这分明就是在公报私仇。赵岩怎么可能是北宁奸细？你若是想要钱财，我们私下可以协商。老婆，他都做到这个份儿了，哼，他肯定不达目的，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
怎么，还想收买我不成？赵岩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还想抵赖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奸细拿下！不准动我家姑爷！放肆！阻挡者格杀勿论！圣旨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启禀国师，赵岩私通北宁，企图谋反，下官奉命前来捉拿。哦，国师大人，陛下是否也知晓此事？下令诛杀赵岩。定是如此。赵岩，这次谁都救不了你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国师，我们冤枉，赵岩他不可能。赵岩接旨。娘，姑爷，妾上只得跪着。哦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家赘婿赵岩现染料有功，现封为上御史兼兵部侍郎，钦此。陛下竟然封赵岩为上御史兼兵部侍郎，这怎么可能？陛下这是傻了吗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赵岩不是空手而归吗？竟然一跃成了2品大员。原来赵岩真的找到了捷径，是我和母亲错怪了他。赵大人，还不快领旨谢恩？哦，草民，不，微臣谢陛下。你倒是上来拿呀！哦，恭喜赵大人，大夏自开国以来，还没有人能从一介白衣直接晋升为2品大员呢。多谢陛下跟国师栽培。嘿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真没想到赵岩竟有这等本事。之前我一直看不起他，是我错了，可以考虑西瑶和他做一对真夫妻了。哎，你说你是我的信使？大人，小人也是受了王大人的威胁，这才出于无奈做了伪证，还请大人饶命啊！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？王代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诬陷上官！来人呐，把他们拉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！另外，再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了，扔出灵府！饶命啊！赵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赵大人，既然此事已了，那本国师就回朝复命了。国师且慢，我尚有一事，请国师转告陛下。什么事？这官儿我不要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赵岩居然抗旨拒官？这个人好大的狗胆！国师，你速速将赵岩给朕押回来。陛下息怒，自古大才之人皆具傲气，陛下应效仿先帝，礼贤下士。你让朕去请他，于国有益，未尝不可。好吧，那朕就亲自去一趟灵府。朕可是看在国师的面子上，才对他礼贤下士，否则的话，陛下英明。陛下赐你官职，为何不去？那可是正2品啊！我本来还想要西瑶跟你……现在做官时机不对。什么时机不对？我看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丈母娘，这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夫人小姐，铺子出事了。你们林家卖的什么布料？轻轻一扯就烂了。我买的绸缎，还没到家呢就坏了，这可是我参加宴会要用的，耽误了我的事情，你们不但要退货，还要赔偿损失。对，赔偿损失，赔钱。诸位，稍安勿躁，我们一定会为此事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等你们查清都猴年马月了，这分明是耍赖。今日要不赔偿我们的损失，我们就告官府。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小事一桩。诸位，今日之事都是我林家之错，我们不但会全额退款，还赔偿你们双倍损失。
双倍损失！周珏，你疯了吗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仅仅1天时间就赔偿出了1万两银子，照这样下去，林家必定破产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工坊那边一切正常，为何到了铺子就成了残次品？我只是想保住父亲创下的家业，怎就如此之难？这肯定是有人想整死咱们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守住林家。凭你，恐怕只会加速林家的败亡。这次的绸缎布匹足足卖出去2万两，除去昨日赔的1万两，还有3万两，你拿什么赔呀？染料配方不是还卖了20万两吗？那些银子投到工坊中去了。你还好意思提这件事？紫色染料现在归朝廷所有，虽然林家有代理权，可若想销售，必须得到陛下的允许。若你应召入朝，此事还好说一些，可你偏偏抗旨不遵，林家怎么就招了你这种废物为婿？丈母娘，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咱们林家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，如果信誉崩塌，那咱们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再赚？你拿什么赚呢？夫人，您的衣物已经烫洗好了。你看什么呢？那可是母亲的贴身衣物，下流胚子！你，我想到赚钱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卖肚兜。肚兜？这有什么好卖的？袭人，你还认识京都其他府里的小丫鬟吗？认识一些。好，姑爷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动用你所有能动用的人脉，把那些世家小姐淘汰的肚兜统统买回来。好，去吧。南来的、北往的、佳木斯的、鹤岗的，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二手肚兜，现到现得。就凭卖肚兜就想卖3万两银子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我还以为他转性，没想到还是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可母亲之前赵岩夸下海口，不都做到了吗？你不是向来都讨厌赵岩吗？今日怎么替他说话了？你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母亲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喜欢这个登徒子？哎，兄弟，来，二手肚兜。二手肚兜？你有病啊！谁要二手肚兜啊？你知道这些肚兜是谁穿过的吗？谁穿过的？嘿，林家知道吗？啊，这家，那可是林家夫人穿过的。别看林家夫人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但是人家风韵犹存，那不是京都数一数二的美女。这都是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的，怎么样？哦，哎，你闻闻，上面还有它的香味呢。好，让我看。我看看，真的假的？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过手的，破了就必须得买。哎呀，除了有林家夫人的，还有林小姐、张家小姐，还有林小姐、白家小姐呢。哦，哎，秦家小姐。我要林夫人、林小姐的，多少钱？我张小姐，可吧？你真上当。这样，100两，不二价。100两啊！100两太贵了，我要了。我要了，真要了，再考虑考虑。我要，别抢我！还有吗？我还要。别急，我有存货。不能碰！哎，别动手啊，都别动手，讲规矩是吧？先听我介绍啊。这是谁家的？这是，看这些花纹、奏线，这可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这都是从皇宫里面出来的。皇宫里谁能用到这种品质布料的肚兜啊？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难道是
低调，低调。由于货源稀少，代价较高，所以500两一件。太贵了，500两一件，太贵了，谁买？那可是大夏第一美女，这世家小姐的怎么能比得上呢？倒也是啊。那如果你们都不买的话，我只能个人收藏了。陛下，边境3城已失，北宁大军兵临天宇关下，如此危局，恐怕也只有赵岩能解。希望他不会令朕失望。朕可不想做个失地之君。我要这个，再给我一件。哎，谢谢啊。那边怎么这么热闹？我要这个黑色的。岗位兄台，前面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啊，卖肚兜的。肚兜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那里卖的可是当今陛下的肚兜，还是穿过的。每晚睡觉抱着，就好像是陛下在陪我。你们要是想买，就赶紧去，晚了可就抢不到了。混蛋！到底是谁竟当街售卖朕的贴身衣物？朕倒要看看。下次还有，下次还有。竟是赵岩！朕要将这个狗东西碎尸万段！大兄哥，你也想来买陛下穿过的肚兜吗？赵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怎么了？你竟敢假借陛下之名，当街售卖这些贴身之物，简直是可耻至极！难道就不怕被诛九族吗？无耻！这世上还有比没钱更无耻的吗？再说了，我就是假借一下陛下的名声而已，他又不知道。再者，有人愿意买，陛下应该感到庆幸，这也算是受百姓爱戴。再说，我也是为他扬名，陛下应该感谢我才是。你下流！你可知我是谁？你谁啊？赵岩，休得放肆！你面前的是当今陛下。你说什么？你是陛下？草民拜见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能让当朝国师陪着的，除了皇帝还有谁？我早该想到的，这下也完蛋了。赵岩，抗旨不遵，又假借陛下之名敛财，当真该死！国师，将这刁民给朕押至法场，斩首示众。陛下，你凭什么杀我？凭什么？你利用朕的名号做此等下作之事，难道不应该死吗？哼，我利用你，难道你没有利用我吗？胡说！朕何时利用过你啊？你让我入朝为官，不就是利用我？朕那是赏识你，封你为2品大员，这是皇恩，当真是不识抬举。陛下，你要是赏我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官，我也不会这么想。可你却让我做上御史，还兼兵部侍郎，这2个官职，哪个不是位高权重？我在朝堂毫无根基，若真的应召为官，哼，到时候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到时候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。哼，你觉得朕还保不住你的小命吗？嘿嘿，陛下此言也就哄骗3岁小儿。若你真能掌控朝堂，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你又何必交给我呢？你是想让我做你的刀，帮你肃清朝堂？你利用我一次，我利用你一次，这很公平。公不公平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由朕说了算。朕现在就宣布，赵岩抗旨不遵，又对朕大不敬，将其9族全部诛灭。你疯了！就这点小事，你要诛9族啊？当然，我也可以留你一条命，不过你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帮朕击退北宁。击退北宁？陛下，你太高看草民了。这大夏几百年都没做到的事儿，你让我做？做不到就去死！哎，
陛下，真棒，我喜欢。行，怎么说我也算大夏子民，若能将北宁击退，也算是为大夏百姓谋福了。这活我接了。好，若你能做到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朕都会给你。一切，陛下确定？当然，也包括朕。陛下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那个击退北宁之事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告退。他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我还不如他林家那个媳妇儿吗？我看他应该是想假装正经吧。没能借到银子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母亲，靠人不如靠己，不如我们把工坊变卖了吧？那怎么行？工坊是林家的立足之本，如果把工坊卖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哼，定是一个都没卖出，狼狈而归。赵岩，本有大好前程，偏偏你不去，签了这份和离书，离开林家，自寻生路。丈母娘，你确定让我签？母亲，闭嘴！念在你我两家曾是故交，这3000两银票你拿着，只要你不胡作非为，也够你下半辈子生活。才这点钱，貌似不够吧，丈母娘？赵岩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我是说赔偿不太够，6万两，足足6万，这都是你卖肚兜赚的。没错。夕瑶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帮你守护好林家，我没有食言哦。赵岩，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，就靠卖穿过的肚兜？6万两，3万两用来赔偿，2万两周转，1万两我得拿走。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。夫人，有人给你送来了请帖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们先去忙吧。记得我的1万两啊。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。公主殿下，如今我北宁大军已攻破大夏边境3城，何不趁此一举拿下天宇关？天宇关城高墙厚，若是强攻，怕是要死伤不少人，所以我需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谁？不必紧张，自己人。姑姑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。都忙了一上午了，快过来吃东西吧。你这是画的什么呀？枪。枪不应该是长长尖尖的吗？这个呆子，我为了他特地换了件新衣服，可他却连看都不看。老婆，怎么了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脚扭了一下。我先抱你上床。让我看看。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这皮肤有点干燥。这是何物？怎会如此清香？这是我做的润肤乳，抹上它之后，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。竟有此等神物，若是拿来售卖，定能大赚一笔。赚钱的方法有很多，这个我才不会拿来卖。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
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老婆才能用。可是你这皮肤都好干啊，要不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擦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丈母娘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你别误会啊。不对啊，我跟西瑶是夫妻，做点什么也很正常啊。母亲，我先走了。喂，西瑶，丈母娘，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不然再过10个月你都能抱上孙子。少贫嘴，赵岩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日离开京都。离开京都？林家的危机我刚解决，你就赶我走？过河拆桥。你带着西瑶一起走，去秀州。我已经传信了，你们到了那边会有人照顾你们。我生在京都，长在京都，为什么要离开？再说了，就算走，也是一家人一起走。我是林家唯一的男人，怎么能把你一个女人丢在京都？什么女人？真是口无遮拦！我是你岳母。丈母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让你如此忧愁？因为北宁最近虎视眈眈，我怕到时候打起仗来，北宁大军必然长驱京都。我想让你和西瑶提前去避难。原来如此，这件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现在已经有了击退北宁之法。胡说八道！你一个普通人，又非将士，击退北宁可不是嘴上说说。丈母娘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我制作的武器，300步开外，沾着非死即伤。嘿嘿，到时候咱们大夏士兵每手一把，那北宁铁骑何惧之有？红玉说赵岩有着超世之才，想必他说的这个武器一定是真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原来如此，等你把它做出来献给陛下，我们也可高枕无忧了。也不看看你女婿我是谁。对了，我有个朋友是还乡阁的花魁，他得知你做出紫色染料，非常钦佩。你今晚去见见他。丈母娘，你要我去逛青楼？不想去吗？你真是我的好丈母娘，真明事理。那我，呜呼！来人，把这个送到还乡阁去。赵岩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你看这身段，是吧？这胡子像。少元怎么还没有来？公主，您姑姑在大夏多年，还值得信任吗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姑姑，血浓于水。哼，走。有丈母娘的允许逛青楼，底细就是不一样。以后真好好孝敬孝敬他。赵岩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这林家都快破产了，你还有心情逛青楼？林家的事是你们干的。你就说对了，是我们做的。王公子，他在威胁我们呢。赵岩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拒绝了官职。不过，你还挺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配。算了，哥哥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能被你们破坏了兴致。你们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这还乡阁怎么做生意的呀？我都到这儿了，也没个花魁来接待接待。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
竟然让花魁叶仙子接待你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王公子，这小子怕是没睡醒吧？叶仙子到。啊！哎呦，真不愧为红状元，当真是美艳绝伦，倾国倾城啊！是你？你怎么是个女人啊？你连叶仙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。叶仙子，刚刚赵岩放大话让您亲自接待他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我建议还香阁将此等人给赶出去。对啊，叶仙子，这小子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。奴家的确是来迎接赵公子的。什么？这叶仙子只约了赵岩？我没听错吧？真是活见久了，叶仙子居然约林家那个废物赘婿。叶仙子，您这是何意？我三番五次的邀请您，您却置之不理，可偏偏要接待这个废物。叶仙子要接待谁是她的自由，旁人无权干涉。叶仙子，这人多嘴杂，不如咱们进房间。去！你，王公子，这个赵岩也太嚣张了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呀，抓紧时间，一会儿还有事呢。你也要一起啊？也行，2个人我也扛得住。赵公子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？哎呀，机会难得呀，来吧。赵公子，想要奴家陪你也不是不行，但你得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。这不是我的图，你看这个。哦，我说为什么他让我来找？说吧，你跟我丈母娘到底什么关系？若是赵公子对奴家言明此物的作用，那奴家就是你的人了。如果我把这东西泄密给你，那我跟林家就会遭殃。如果你喜欢这图纸，那你就留着。告辞。赵公子，你以为你今天还走得掉吗？给北宁都传信了吧？回陛下，已经传信了，不出半月，北宁使团便会抵京。对了，那赵岩在做什么？赵岩他去了还香阁。什么？他答应朕会专心解决北宁之危，不专心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跑去青楼，真是个混账！国师，你速速将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慢着，此事不应该由朕来管。臣这就派人去林家，将此事告诉赵岩的妻子。先给你个教训，若你再不专心北宁之事，休怪朕对你不客气。没想到赵公子还是条硬汉啊！我听闻大夏有项刑法，名为凌迟，要割3600刀，不知道赵公子能挺多长时间呢？难道就不能用其他方法逼供吗？比如说美人计？少贫嘴！住手！丈母娘，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姑姑，你答应过我只是询问图纸之事，为何要这般对待赵岩？姑姑，赵岩所画之物很有可能是一件大杀器，有多重要你很清楚，可他不说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让你这样对他，毕竟他是我的女婿。
丈母娘居然是北宁人！老天，你在玩我？姑姑莫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，需要红玉提醒你一下吗？我从来都没有为我的身份骄傲过。既然你想要，我还给你就是了。只求你放过赵爷。红玉真没想到姑姑竟这般决绝。若你真有个好歹，那我岂不是成了逼死长辈的大不孝之人？赵岩，我可以放了他，但那只是暂时的。相信姑姑明白我说的话。小月，我们走。公主，这事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算了？哼，怎么可能？你将图纸送给姐姐，想必她一定会有所收获。是。丈母娘，你到底……什么都别问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赶紧带西瑶离开京城。我说过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哎，丈母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腿有点麻。赵爷，母亲，你们，老婆，你误会了。西瑶，母亲，我之前问你赵岩去了哪里，你说不知，可你却跑来青楼与他私会，你这样做，还对得起我死去的父亲吗？我没有，都被我撞见了，还在狡辩。老婆，我们闭嘴，别叫我娘子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母亲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竟如此赤白下贱，与自己的女婿私通，做你的女儿，简直就是耻辱啊！林西瑶，我是你娘，你怎么能这样子跟我说话？从现在开始，我没有娘了，也没有夫君。西瑶，你还不快追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公子，林西瑶，这臭娘们居然落单了，把她给我抓府里去，让本少爷好好享受享受。好，哎，王公子啊，听说这个林西瑶和那个赵岩还没洞房呢。那我就替赵岩那厮好好做做新郎。西瑶，李洛，看到我老婆没有？哼，赵岩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见到了，我也不告诉你们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见到了？见到了又如何？没见到又如何？不过，你马上要当绿王八了。说，我老婆在哪儿？说不说？说。今天你要是不说，我就给你放血。王大臣，你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林西瑶，我就搞不懂赵岩那个废物到底哪里好，你那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他。我是绸缎商会副会长，又是朝廷五品命官，我不知道比赵岩强多少倍。你要是从了，我就让你成为人上人。贱女人，你竟然敢伤我！今天我一定要得到你！救命！救命！王大臣，找死！赵岩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救我！喂！赵岩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朝廷命官，
要是敢杀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赵岩，娘子，我带你回家。放我下来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背我自己的老婆，让他们看呗。赵岩，我问你，你和我母亲……那怎么可能啊？就算我饥不择食，那丈母娘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啊？那你们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天去逛青楼，被丈母娘发现了，她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你看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你就进来了，就误会了呗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误会你们了。丈母娘这次打我可狠了，差点把我打死。你活该，母亲打你都算轻的，谁让你又偷偷逛青楼？这还不是因为妻子没有尽到责任？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回去把东方补回来？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臭赵岩，你快放我下来！陛下，北宁人盯上了赵岩，将他严刑逼供，好像是为了一张图纸。他怎么样了？侥幸逃脱。不过什么？那赵岩该不会又惹什么祸端吧？陛下真是料事如神，赵岩他把王代臣给阉了。什么？王代臣凌辱赵岩妻子，赵岩一怒之下就……这个王代臣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当街强抢民女，传朕旨意，革去他官职，待他伤好之后，拉入刑部，依法处置。遵旨。没想到这群北宁人的鼻子倒挺灵，看来留给我们的时日不多了。走，去趟林府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赵岩到底要搞出什么名堂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女儿误会了我跟赵岩，我以后该怎么面对她？难道要告诉她我其实是北宁人？要知道他父亲就死在北宁人手里，他最恨北宁人。这么快就哄好了，赵岩还真厉害。母亲在，快放开！母亲，对不起，女儿之前说了那么多伤你的话，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了？你赵岩逛青楼，你为我打抱不平，这是对的，就该好好收拾他。不过您出手未免粗暴了些，他身上的伤没有几日是好不了了。我都已经收手了，这个赘婿就是欠管教。我欠管教？对，你就是欠管教。你要是再敢逛青楼，我就休了你。行，我真是怕了你们娘俩了，我做事去了。嘿。希儿，你觉得赵岩这个人怎么样？希儿，你觉得赵岩这个人怎么样？就是个登徒子。娘觉得，既然你们已经成亲，不如就和他做个真夫妻吧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不要和他做真夫妻。那你就跟他和离，不要耽搁他。娘，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呢？娘是觉得，你这样一直拖着他，要是哪天他没耐心离开林家，你该怎么办？他能做名义上的丈夫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离开林家？我当然知道我的女儿优秀又漂亮，可是呢，做人也不能太自信，对不对？啊，夫人，小姐，陛下来了。什么？参见陛下。二位平身。不知陛下突然造访，所谓何事？朕来找赵岩。他人呢？找赵岩。哎呦，草民见过陛下。国师，
听说你去了青楼，还被北宁之人所绑架。陛下果然是千里眼顺风耳啊，朕都知道。你能够全身而退，朕严重怀疑你以前跟北宁之人所勾结。陛下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可就让草民寒心了呀。你可知道，我差点被凌迟。你答应朕的退敌之法呢？只要陛下给我3000斤高密度铸铁，我可以让北宁滚蛋。高密度铸铁？以大夏现在的铸铁，最高密度也可能在5克每立方厘米，而我需要的铸铁要达到7.8克每立方厘米。朕怎么听不懂啊？国师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臣也不太明白，但想必赵岩是需要纯度极高的铸铁。国师，你懂铸造之术？国师乃是公输传人，铸造技艺炉火纯青，你敢瞧不起他？不是瞧不起，而是现在的工艺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，很难做出来。不过陛下要是给我几十万两银子，我自会解决。几十万两？陛下，此事交于臣吧，这世上还没有臣造不出来的东西。怎么，你不相信？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若我赢了，你就得答应我3件事。动不动就几件事的，多无聊啊！要不咱们换个赌注吧？如果你赢了，我就给你舔脚，怎么样？果然是无耻下流之徒，国师都被你气走了。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这国师啊，可真不经斗。这么多炭火，莫非是要做上次的爆炸之物？别动，有静电！静电！快跑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少爷，少爷，你竟然敢轻薄于朕！我他妈给你惯着了！你居然敢打朕！少爷，我要诛你9族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！我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把咱俩都害死啊！我不顾自身危险，用身体护住你，你不分青红皂白你就打我！像你这样的皇帝和昏君有什么区别？我问你，北宁之事你解决了吗？粮草之事你解决了吗？朝中贪污腐败你解决了吗？就知道，哎呀，我要灭你9族！你除了会说这句，还会什么？怎么就哭了呢？好了，我算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道歉。哎呦，我知道我说那些话不对，要不你打我几下？你打我几下？那你把我千刀万剐了吧？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你这，我还是自杀算了。不要！陛下，您这是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除了搬弄皇权，一无是处，连北宁使团马上进京了，我都没有应对之策。不，你想想，你找到了我呀，那你就是全天下最明智、最厉害的皇帝。我跟你说，北宁之事你放在我身上，如果我不退北宁之兵，我誓不为人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陛下，臣刚才听到了爆炸之声，你没事吧？无事，只是一点小意外而已。那就好。国师，你尽力帮助赵岩做出更精密的铸铁，此事就拜托你了。是。
赵岩，我问你，你刚刚跟陛下为什么手拉着手？你吃醋了？胡说什么？陛下万金之躯，岂能看得上你？我只是担心以你浪荡的性格轻薄了陛下，连累了我们林家。这还不是吃醋啊？我跟陛下达成了一些约定，所以才握手的。你用不着跟我解释。不用我解释，你还问我？老婆，你等等我跟陛下是清白的。看来皇帝对赵岩不是一般的重视，越是这样子，他和西瑶就越危险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快点离开京城。哎呀！国师大人竟然亲自动手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打造的如何了？赵岩，你看看这铁符合你的要求吗？哎呀，国师大人，你竟然真的打造出如此高密度的铁！赵岩，我说了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嗨，我现在就能履行。国师大人，请脱鞋吧。你这人好不害臊啊！我说的是你答应我的3件事。国师所铸之体虽然密度挺高，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。你说什么？你以木炭铸造，密度最高能达到6克每立方厘米，想要达到7.8克每立方厘米，必须要用焦炭，再往里面加点石灰石。焦炭乃是废弃之物，我自幼学习造铁术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用焦炭能够炼出铁的，更别说加入石灰石了。那东西加进火炉里，只会让炉子温度变低。赵岩，我承认你是大师之才，但论造铁术，你还差得远。以现在的工艺之所以达不到，是因为木炭最高温度能达到700度，而焦炭能达到1500度。石灰石是有助熔的作用，可以去除铁内的杂质。一派胡言。国师不信的话，咱们可以试一试。是就是。来人，拿焦炭和石灰石。别看他瘦瘦的，身上还挺结实的。国师，看看怎么样？没想到这铁的硬度居然比我练出来的高多了。国师，如此说来，你是认输了？愿赌服输。赵公子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国师不清楚。你不就是想要我的人吗？这里不方便，咱们换个地方。明明家里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妻子，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沾花惹草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没想到赵公子不仅胸有甲兵，精通锻造，还如此的富有文采，真叫人出乎意料啊！国师，春宵苦短呀！国师，这是想让我主动点吗？原来赵公子喜欢在桌子上。沈香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赵公子，我们2个人的赌约，到底是谁赢了？自然是我。你赢了，你赢了。那赵公子答应我的3件事呢？
我全部照办，全部照办。赵公子，你可否告知本国师，为什么你懂得这么多？赵公子，你可否告知本国师，为什么你懂得这么多？还有，你锻造如此纯的铁，是想要铸造什么？这个，我曾经得到过一本奇书，上面记载了很多奇怪的东西。至于我要做什么，我说了你也不懂。那本奇书呢？我弄丢了。赵公子，这里有一张契约，想让你在上面画个押。契约？人与人之间能不能有点信任啊？哦，我画。至于你答应我的3件事，等需要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这个贱女人，我迟早割了你的肚子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还有事儿。拜拜，拜拜。这赵岩看似放荡，实际上是当世大才。看来我需要做点什么。启禀陛下，北宁使团已经进京，但他们要求在比武场觐见。比武场？看来他们是想给朕一个下马威啊。赵岩呢？回陛下，臣已经派人去请了，应该很快就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在比武场召见北宁使团，朕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哎呀，老婆，捆绑不是这么玩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母亲说你留在京城会有危险，让我们必须离开。老婆，快把我解开，不然会出大事的。不行，母亲特意交代，必须绑着你，不然怕你逃了。姑爷，夫人和小姐也是为了你好。好个屁！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北宁使团进京的日子，我答应过陛下，要助他退北宁之兵。如果没有震慑到北宁，北宁定会猛攻天宇关。一旦攻破，天宇的兵马将长驱直入，气势整个大夏将生灵涂炭呀！可是，母亲已经都安排好了呀。你糊涂呀！如果咱们就这么走，你以为陛下会放过丈母娘？一旦丈母娘出点什么事，你将是不孝。不为大家效力，是为不忠。你们想做一个不孝不忠之人？这，老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如果今天咱们就这么走，那大夏将会沦为北宁的屠宰场，你还有袭人，将是整个大夏的罪人。大夏皇帝，特邀本公主前来，为何不鞠躬相迎？放肆！哼，陛下乃是大夏皇帝，不过是败军之地，而且你不要忘了，是大夏特邀我北宁前来和谈，就不要在本公主面前摆什么架子。你们很清楚，若是本公主现在离开，会是什么后果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乖乖接受我北宁的条件。哦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们北宁会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？第一，大夏需向北宁称臣，每年上贡黄金白银3000万两，以及绫罗绸缎等物。你继续说。第二，大夏需永久向我北宁割让北方5省，待你有子嗣之后，还要送一个到我北宁做质子。还有吗？当然有。还有吗？当然有。既然大夏已经成为我北宁附属，那北宁将派兵驻守各处关隘，
粮草、军饷皆由大夏提供，且大夏不能在关隘方圆300里内驻军。哼，你开出的这3个条件，都是亡我大夏之策。朕若是答应了你，不出10年，我们大夏就会被你们北宁彻底吞并。朕宁愿与你们北宁一战，不愿做亡国之君。与北宁一战，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大夏皇帝，本公主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朕都没有看清，火盆就被打翻了。北宁何时有如此厉害的武器？这是什么武器？此物名为火龙，其速度是箭矢的10几倍，常人根本就无法躲避。而且火龙的威力极强，300度之内，即便是再坚硬的战甲，也能轻易打穿。大夏皇帝，我北宁有如此利器，你们拿什么抵抗？若是不立即答应本公主刚刚提的条件，那北宁便会将大夏屠戮一空。国师，赵岩呢？怎么还没来？臣也不知，该不会是坐不住震慑北宁之物，逃跑了吧？该不会是坐不住震慑北宁之物，逃跑了吧？有这个可能。该死的赵岩，那日轻薄朕，若真跑了，朕定诛你9族。大夏皇帝，速速给本公主答案。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你就等着我北宁大军踏平整个大夏。公主请留步。朕草民赵岩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快快请起。赵岩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抱歉啊，陛下，有点事儿耽误了。无妨，来了就好。见过北宁公主吧？你是北宁公主？正是。叶仙子是北宁公主，她管丈母娘叫姑姑，那丈母娘岂不是北宁皇族？怪不得她非要把我送走。火枪，那个设计图我只画了一半，她居然做出来了。如果被龙婉清知道这东西是出自我手，赵岩，你认识公主？只是眼熟而已。赵岩，你此次来见朕有何要事啊？陛下，草民是来进献武器。武器？你可看到公主手中之物啊？此物叫做火龙，威力十分凶猛。你带的武器可能与之相比？比不比得上，拉出来看看便知。来人，推出来！来人，推出来！这是何物啊？回陛下，此物名叫龙吟魄，有了此物，攻略城池，所向披靡。此话当真？陛下，您瞧好啊。
看来我还是想瞧他了。好啊！耶律公主，耶律公主，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退兵之事了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本公主要和他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赵岩，此事就全权交于你，莫要让朕失望。我们走。哎，你要跟我谈什么？之前你的火龙设计图被我们完善，没想到赵公子还能设计出比火龙更厉害的武器，红玉佩服。虽然设计图只丢了一半，但是你北宁国地大物博，保不齐有什么厉害人物，我当然要升级武器了。赵公子，你如此才能，在大夏不过是一介平民，你甘心吗？若是你愿意将龙吟魄的设计图给我，那无论你想要什么，北宁都可以满足。平民有什么不好啊？再怎么样，我也是大夏子民。虽然我喜欢女色，也喜欢钱和权，但前提是绝不做汉奸。好一个绝不做汉奸！赵公子莫非是忘了我姑姑的身份？若是我将此事告诉大夏皇帝，那么林家……你可以试试啊。若是林家出了什么岔子，我便与你北宁不死不休，哪怕穷尽一生，我也要你北宁彻底覆灭。看来是谈不拢。谈，当然要谈。接下来要谈的是，限你7日内将我大夏北疆3城归还，以及赔偿此次进攻大夏的一切损失。若做不到，那便是我大夏与你北宁决战之时。公主，要不要奴婢将这个赵岩杀了？这等人才，杀了岂不是可惜？本公主自有办法让他归降于我。可是上次我们保驾他，如此威逼，他都没有就范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启奏陛下，北宁公主耶律红玉上书。北宁真的同意了，归还边关3城，还要与朕签订50年互不侵犯条约。好啊，赵岩，你果然不负朕望啊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国师，传朕旨意，赵岩震慑北宁，收复失地，还令北宁俯首称臣。朕特封他为大夏王，位列百官之首。从此北宁之事就交由他全权负责。竟直接封为大夏王，还统领百官，难怪陛下允许赵岩与耶律红玉谈判，看来早就打算好了。陛下封赵岩为王，难道是要与他？怎么，有何不可啊？陛下英明，臣这就去拟旨。赵岩，朕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谁，希望你能明白朕的心意。西瑶，你糊涂啊！为娘费尽所有心思才安排好一切，你为什么跑回来，还让赵岩入宫？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死他？娘，我们为什么非走不可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情我以后再给你解释。赵岩现在恐怕凶多吉少，我要出去一趟。赵岩，你怎么活着回来了？丈母娘，你这么盼着我死啊？
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耶律红玉为什么会放过你？提起耶律红玉，丈母娘，你还是把那件事告诉西瑶吧，总是这么瞒着也不是办法。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西瑶，娘其实是北宁人。什么？您是北宁人？我不但是北宁人，还是北宁的长公主。我父亲就是被北宁人害死的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北宁人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北宁人。娘，你怎么会？对不起，西瑶，这些年一直瞒着你，娘也有娘的苦衷。老婆，丈母娘虽然是北宁人，但是她对你的爱都是真的。老丈人虽然死在了北宁人手里，可跟他无关啊。不管是哪国人，有坏人就必然有好人。你一定要明辨是非。知道了。娘，没有对不起。您为了夫妻放弃了大好前程，仅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理解你。你能这样想，真的太好了。好了，这次赵岩可以全身而退，实属幸事。我们3个人一起离开京都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好，赵岩，娘说的对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又要离开啊？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如今咱们能在京都立足，何须他乡苟活呀？立足？林家风雨飘摇，你一介白身，他人3番5次找麻烦，我们都无法应对，何谈立足？这不来了吗？赵岩接旨。有人吗？我是绸缎商会副会长，京城第一才子，兵部五品员外郎，竟然把我关在这里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赵岩，都是你让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如果我能出去，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！房大人可还好？叶仙子，你怎么能进刑部大牢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来看望大人了。看我？上次在还乡阁，你让我颜面扫尽，这一次是不是赵岩让你来嘲笑我的？你给我滚！大人怎如此暴躁啊？我此次前来可是带了一场造化送给大人。造化？你一个青楼女子，能送给我什么？我可以把你引荐给宁王。你什么身份？说推荐就推荐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能要我做什么？王爷，看来你得亲自来说。王爷，王大人，你想找赵岩报仇吗？想，只要能报仇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只不过我现在一个阶下囚，不知道二位看中我什么？那日你群英会所言，以及你对林家的所作所为，皆可证明你是一个善用阴谋的卑鄙小人。另外，你有足够的恨意作为动力，我和王爷都非常缺少你这样的人才。原来如此，明白就好。我要你替我做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就把赵岩交给你，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。另外，我郑重地向你介绍，这位就是北宁公主耶律红玉。什么？你是北宁公主？那你们……王大人可愿意为我们效劳？
在下愿为宁王和北宁公主效劳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赵岩，你就等着死吧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赵岩为大夏王，统领百官，全权处置北宁之事。钦此。赵岩居然封王了，看来他真的能保护母亲。异姓王，大夏自开国以来，从来没有人得到过这种荣誉。赵岩居然真的做到了。臣谢主隆恩。参见大夏王。国师，这不见外了吗？王爷，可别忘了咱们的赌约啊！什么赌约啊？本王怎么不知道？赵岩，你是想赖账不成？是你先耍赖的，我赖个账，有什么不正常的吗？咱们走着瞧。咦，嘿嘿。国师怎么气呼呼的走了？哦，他可能大姨妈来了吧？大姨妈？丈母娘，现在咱们是不是能在京都立足了？赵岩，你不恨我吗？恨你？之前我这么嫌弃你，还百般阻挠你和西瑶的关系。如今你贵为大夏王，难道你对过去一点都不记恨吗？哼，我是男子汉，要是记恨你，那也太小肚鸡肠了吧。唉，以前我也是有些荒唐，承蒙您没有背信弃义，还将我招入林家，要不然我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您可是我的恩人，娘。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花啊？没什么，就是你突然这样子，让我有点不适应，甚至有点害怕。我好不容易认真了一回，你们还不习惯了？还是这样没皮没脸的比较适合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家主，家里的一切事情由你掌握。这个林宅也改叫赵宅吧。那丈母娘，我跟西瑶，我们俩要是同房的话，您不会做难了吧？大白天的，胡说什么呢你？你们两个过日子，跟我这个为娘说什么？老爸，那咱们今天晚上，我可以成全你，那你呢？给我解释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和陛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那天我在哭房，我见你们俩手拉着手，陛下眼眶湿润，明显哭过。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那天我在哭房，我见你们俩手拉着手，陛下眼眶湿润，明显哭过。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你不是说不听解释吗？我现在要听。你要是解释不了，我就守一辈子寡。哼！嘿，哎呀，头大。姑爷，北宁公主送来请帖，邀请您去商谈两国事宜。耶律红玉，我知道了。慢着。拿着。姑爷，这是本姑爷写的如何培养死士的书，你把上面的内容全部背会之后，将书销毁，然后按照书上做。姑爷，可是我一个奴婢做得了这个吗？你只要读懂了书上的内容，便做得了。银两我出，你尽力做。好。赵公子，哦，不对，应该叫你大夏王吧？才我吗？没有吧？红玉不是那个意思，大夏王，
黄玉敬你一杯。大夏王是怕我在这酒里下毒？公事公办，有话直说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大夏王就没有想过改朝换代，自立为帝？你想让我造反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洽谈国事？哎，泱泱大夏岂能容他女人执掌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应执掌天下权，坐卧美人膝。你难道就不想体验一下当皇帝是什么感觉吗？如果我说想要，公主会助我；如果我说想要，公主会助我。只要大夏王点头，北宁100万铁骑将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，为你扫平一切障碍。让北宁铁骑入我大夏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你当我傻呀？哼！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信任我，那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人各有志，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。今天这些话，我全当没听到。倘若你再敢阴奉阳违，觊觎大夏，你就等着灭国吧。另外，赔偿金尽快到位，我耐心有限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喝你的酒。别动，我这点的香可是秘制的。启奏陛下，京城各地百姓近期购粮需求量变大，各粮仓存粮锐减，最多还能支撑1个月。这大夏与北宁已和谈，并无战事，百姓们为何囤粮啊？据朕所知，今年都城周边都是大丰收，怎么会出现如此状况？回陛下，臣也不知，但若再不解决，京城内必定出现粮荒。那就先从合济、长云2省调粮入京，以解燃眉之需。陛下，合济、长云2省都遭水灾，恐无力调运。如果从其他地方调运，起码需要2月才能抵京，根本来不及啊！这，皇叔，你怎么看？啊，启奏陛下，臣不知。来人，宣国师与大夏王速速觐见。我怎么躺床上了？难道我被耶律黄玉拿下了？我明白了，他根本就不是找我谈判，他就是找我的身子。哎呀，耶律黄玉啊，耶律黄玉，你要是想要，你直说嘛，我也能带你的。为嘛把我整晕过去啊？太糊涂呀！大夏王，陛下口谕，宣你进宫。国师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自然是殿下告诉你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倒是你，大白天的就在外面睡觉，不怕你家中的娇妻知道？嘿，我妻子比较开明。嘿嘿嘿，哎，贫嘴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来人，给我大夏王赐座。谢陛下。哎呦，女帝皇叔，以前都挺低调的，现在开始露头了。大夏王，国师，最近京城闹粮荒，你2人如何看待呀？粮荒？据我所知，京都周边都是大丰收，怎会如此？朕也十分不解，可也无人给朕答案啊。京都粮库库存是不是最近
才开始锐减的。不错，看来是有人暗中囤粮，这企图削减京都粮库库存，这有意要制造粮荒恐慌啊！这有意要制造粮荒恐慌啊！竟有此事？可买粮的他们都是百姓啊！哎呀，找人假扮百姓模样，分散购买即可呀。原来如此，他们好大的狗胆！这么做到底是意欲何为啊？若如此，这些人暗中囤粮不出，此涨彼销的情况下，京都很快会迎来真正的粮荒。离京城最近的和济长余粮省，其遭遇水灾，都无力调配。大夏王，你以为该当如何？从今日起，京都上下禁止买卖粮食，私下买卖者，满1斗杖责20，满10斗直接下狱。什么？禁止买卖？大夏王，你还能想出比这更烂的主意吗？你谁啊？吾乃宁王。宁王？哎呀，原来是王爷，失敬。刚才我看我坐着，你站着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小吏，抱歉。这帮人暗中囤粮，意欲削减粮库库存，现在禁止买卖粮食，可以精准打击他们的目的。如此办法为何不妥？如果是这样，那真正需要买粮食的百姓怎么办？凡事有利有弊，暗中囤粮者乃狼子野心，只能从根源上解决麻烦，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弊端。好一个再想办法解决弊端！如果你禁止买卖粮食，必会引起百姓恐慌，激起民怨，那个时候就该千刀万剐。哎呀，竟如此严重！那不如这样，陛下，粮荒之事还是交予宁王处置吧。陛下，粮荒之事还是交予宁王处置吧。我可没有这通天之能。这不就得了？做不到就闭嘴，好好站着。赵岩，宁王乃是朕的皇叔，休得无礼。是，陛下。嘿，宁王，抱歉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就是如果没人接手这烫手的山芋，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接了。只希望其他人别说风凉话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此事就交为大夏王全权处理。是，陛下。慢着！怎么，皇叔是对朕的安排不满？陛下，臣并无此意，只是觉得大夏王如此行事，只怕引起祸端呐。不如就让他签下军令状，若无法完成，该当如何呀？陛下，这事还是交给宁王吧。陛下，1个月内粮荒必破，如若不破，我这颗项上人头，陛下尽管拿去。好，大夏王一言九鼎，那本王就放心了。来人，传旨，京都城内有人蓄意囤粮，意图不轨，故暂停京内粮食买卖，待朕查明真相，方再解禁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赵岩，你居然敢立下军令状！你若解决不了此事，朕也保不住你。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是在怕你出事啊！陛下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切，少贫嘴！为今之计，也只能给你留一条退路。退路？就让你做朕的南妃。南妃？你若完成不了此任务，
朕可以将你革职，再将你纳入后宫，这样一来便可保住你的性命。哦，哼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封我为大夏王，是为了能配上你的身份。哼，今天还好奇呢。哎，你叔叔都站着，为什么我能坐着？你是想告诉我和别人不一样？你知道就好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朕要你与林夕瑶和离。什么？怎么，有何不可吗？据我所知，你在林家极不受待见，你的发妻林夕瑶也未曾与你同房，你与之和离，才能够名正言顺的入赘后宫。陛下，我想你是误会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何时答应要做你的南妃？怎么，做朕的南妃还委屈你不成？夕瑶乃我发妻，她没做错什么，我岂能抛弃？赵岩，你居然为一个民女拒绝朕！你知不知道，自朕登基以来，还从未对哪个男子这样过。少爷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皇宫。我是不会拒绝陛下的，而是我生性风流，但是我是有底线的，我的底线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，哪怕是陛下你也不行。倘如今日我为了陛下而抛弃我的妻子，那我妻子一家人该如何看我呢？天下百姓如何看我？陛下，臣还有粮荒一事需要处理，先行告退。难道朕真的不如他的妻子？王公子，朝廷突然下令禁止买卖粮食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目前囤粮情况如何？京都近70%粮食已经被我们收入囊中。既然朝廷禁止买卖，那我们囤着便是。这不过是他们阻止我们收购粮食的无用之举罢了。可现在禁止买卖粮食，咱们这么多粮食岂不是砸在手里？毕竟如此多的存粮，花费金额巨大不收，粮食就这么放着，每日都会有损耗，长久下去如何是好啊？长久？你以为朝廷耗得起？百姓手里本就不多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饿肚子，到时候百姓生怨，你觉得朝廷压得住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到时候朝廷解禁，我们再高价卖出，岂不美哉？王公子，我等这般行径，真的不怕朝廷追究？囤积粮食，哄抬良价，这罪名可不小啊！搞不好是要抄家灭族的。赵会长，收集粮食那是正常的商业行为，何来囤积一说呀？至于哄抬物价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你想想，这存储、人工哪不需要银子？我们只是加点钱再卖出去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可是，我知道赵会长在担忧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们所收的粮食都存放在安全之处，就算朝廷也查不到。另外，再给您透个底，我在替宁王办事。宁王，宁王殿下，他这么多事意欲何为啊？不用知道那么多，跟着做便是。启禀公子，大夏王邀你府上一聚。好。看来赵岩那狗东西坐不住了，是吧？王公子，赵岩如今可是大夏的异姓王，深受陛下恩宠。今日叫你去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呢。怕什么？会他去。
可以啊，王公公，刑部真的把你放出来了，手眼通天啊！看大小王说的这话，我本就是冤枉人，刑部调查真相，还我清白，有何不妥？你绑架我媳妇，意图不轨，你清白？大小王可别胡说啊！明明是你家夫人跑到我王家来的。哎，我王家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能做到。不错不错，还真抓不到把柄。不知王爷叫草民来，所谓何事？听说你们商会存了些粮食，是否卖给朝廷一些？啊，王爷，这是想套我的话？多心了，此次我只为暖阳。既然禁止买卖粮食，人心惶惶，我们商会呢确实有些余粮，不过只有10万斤。若朝廷愿意，代臣愿意卖出1半。10万斤？我最近算了笔账，京都往年来都是大丰收，这突然出现了粮荒，前后合计至少有数百万斤粮食不知所踪。你们商会就这么点儿？这只是王爷的猜测，商会啊，的确就这么多。要是让我查出不止这些，那我就要治你们商会一个隐匿之罪。这，王爷呢，既然不信，那代臣也没有什么办法。若是王爷愿意调查，商会全力配合。行，5万斤就5万斤吧，我买了。可以，不过啊，粮价起码要涨个3倍，要不然呢，我怕商会大家伙不同意呀。好大的胆子！王代臣，你想发国难财？王爷此言差矣。由于禁售，粮食贵得如同真金白银，只涨3倍，也是商会考虑到朝廷的负担，才卖出5万斤。若是王爷觉得不妥，那代臣不卖便是。那你就自己留着吧，你可以滚了。王爷，告辞。哼。赵言，现在京都出现了粮荒，许多百姓家里已经只有1日1餐，属下继续这样耗下去，民心很快就要压不住了。虽然王大臣的要求可恶了些，但能买5万斤也很不错了。夕瑶，不必担心，赵言自有他的打算。还是我丈母娘了解我，此次叫王代臣来，我只为试探试探。现如今知道这批粮食就在他的手里，知道了目标就好办多了。没错，要破局必须有目标性。娘子和丈母娘行商这么多年，必然认识一些外地粮商吧？认识不少。你们以我的名义外出走动走动，明白怎么做吗？好，那就有劳娘子和丈母娘了。外出走动多带些护卫，安全第一。我这把火枪带着防身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能帮到你，我们也很高兴。笑，我们去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。好。陛下，禁售粮食已经过去半月有余，民生哀怨已经快压不住了。臣斗胆恳请陛下解除限令，让百姓正常交易。恳请陛下解除限令。大夏王禁止贩卖举措，有违天理，其心可诛。臣要弹劾大夏王。有违天理，其心可诛。陛下，文武百官均觉得此事太过分了，希望您慎重考虑考虑。肃静！如此吵闹，陛下还如何发言？大夏王，你最近可有征集到粮草？回陛下，颗粒未征。
什么？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现在京城里已经有百姓开始吃树皮、啃草根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这1月期限将至，你是想让京城乱起来吗？吃草根树皮，现在都这么难了吗？王爷所言非虚，大夏王，你若有计策，别再藏着了。哼，看来大夏王并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呀。我不关心百姓死活，哼，我倒要问问诸位大臣，现如今京都粮草已经捉襟见肘，如果再继续卖下去，很快便会颗粒不剩。如果连朝廷都拿不出粮食，若京都再出现粮荒的话，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不顾百姓死活。傻小子，可是继续这样下去，那也不是办法。外省的救济粮草恐怕也得2个月才能到达京都。我本来还想再拖些时间，看来已经拖不下去了。陛下，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，下一步我准备开仓放粮。嘿嘿，赵岩，你说的可是开仓放粮？哈哈哈哈，那是不是就表示你已经输了这个赌约啊？我记得当时你是用你的项上人头来做的担保。1月之期才过了半个月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宁王，你这么喜欢我的人头啊？我喜欢你个头！好了，大夏王，你说的开仓放粮可是结束交易啊？不，依然禁止开仓放粮，乃是为京都各处设置粥棚，为百姓施粥，确保百姓温饱。京都百姓几百万人口，若施粥，即便是每人1天1碗，那朝廷的余粮也撑不过5天呐。宁王，京都几百万人，难道全部都饿着肚子吗？那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若百姓得知朝廷施粥，百姓的心里只会觉得免费的粥不吃白不吃，这么算下来，杯水车薪。对呀，你听一听国师的解释。大夏王，你明白了吗？难道你们以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啊？真拿我当傻子呢？大夏王，那接下来你有何计策啊？朝廷施粥，想要解决那些吃白食的人，其实很简单。那怎么解决？走开！往粥里撒一把沙子进来。什么？往粥里撒沙子？对，这胡闹！这朝廷若往粥里撒沙子，那老百姓该怎么看咱们呢？已经饿得连草根树皮都吃了，在粥里撒把沙子，有什么不能喝？再者，那些准备吃白食的，如果知道这粥里有沙子，他们还会喝吗？这么说，好像确实有道理。若想精准地把粥送给真正有需要的，那就要用非常手。大夏王所言极是，那就按这么办。即便是大夏王说的有些道理，我来问你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还有半个月呢，继续等呗。半个月后，粥荒必解。好，既然大夏王如此有信心，那朕就再等你半个月的时间。谢陛下。退朝。臣等告退。王爷，赵岩居然用施粥的方式解决了百姓饿肚子的问题，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解禁。咱们压了那么多粮食，每日损耗可是巨大的。我可是也跟着投了不少银两，别让我打水漂。慌什么？不是还有15日吗？在15日过后，赵岩必定压不住。那个时候一旦解禁，京城的粮价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？王爷言之有理呀。等我们赚够了银两，百姓必然对高价粮食怨声载道，到时候我再安排人暗中鼓吹，把这件事情归咎到女帝头上，到时候京城必然大乱。不错，
有你这个头脑，我没有白捞你出来。待京城大乱之时，王爷再站出来收拢民心，稳定粮价，到时候龙婉清还不得乖乖退位？只是这夺取皇位并不容易，经济营和御林军都还在龙婉清的手里。耶律公主，你那边可准备好了？王爷放心，10万北宁勇士早已潜伏在京城周围，只要王爷一声令下，随时可以出动。就是王爷别忘了答应本公主的条件。待我登上皇位，天域关及北方5省都会送于北宁。王爷，我只求一事，等您登基之后，一定要将赵岩交给卑职处置。放心吧，到时候我把他交给你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谢王爷。叶老板，此话当真？大夏王真的要解除禁令啊？那是必然，我女婿乃是大夏王，朝廷上都有他一座。我也是一收到消息就赶紧出来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。各位老板，京城粮食已短缺许久，解禁在即，若那时能在京城贩卖粮食，定能赚个盆满钵满。可是我们外地商会要到京都贩卖粮草，得通过京都商会的同意才行，不然……老板的意思是，我夫君大夏王的名声，还不如区一个商会。如此，便相信夫人，还有小姐。我们这就动身，前往京都，把粮草运过来。好，到时候赚了银子，自然会孝敬大夏王。这话说的，我也是念在多年兄弟交情。现在我女婿有能力了，想要帮帮大家。一码归一码，该孝敬就要孝敬。兄弟们，动身，出发京都，卖粮食。走。陛下，1月之期已到，现在朝廷的粮食由于失周，已经所剩无几，民间已然出现暴乱，现在已经堵在午门外，要闯进宫来。什么？赵岩，事到如今，连朕也保不住你了。朕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啊！陛下圣明，来人，拿下赵岩。慢！陛下，还请再等一等。等不了了。赵岩，正是因为你的失职，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。不拿你不足以平民愤，拿下！启禀陛下，大夏王家中托奴才给大夏王带信。他已经不是大夏王，注意言辞。快说。夫人和小姐传话，事情已经办妥。他们回来了。陛下，此危机已解，可解除禁令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这胡说八道！他什么都没做，这危机怎么就解了呢？启禀陛下，现在京都城外已经聚集一大波外地粮商。外地粮商？这外地粮商来京都干什么呀？意义何在呢？就算他们来到了京都，也带不了多少粮食。即便他们带的粮食不多，但外地粮商一旦来到京都，便是一颗炸弹。如果外地粮商在京都售卖粮食，可想而知，京都那些私囤粮食的粮商，再加上私囤粮食的百姓，朕好像没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陛下不明白，您我还不明白吗？罢了，虽朕还是听不明白，但好像事情有所转机。传令下去，解禁。好一个赵岩，竟然敢用外地粮商来迂回！王爷莫急，外地粮商没多少粮食，他们很快就会卖完。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赵会长，王爷在此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王爷，
外地粮商开始卖粮了，那些原本囤积粮食的老百姓也把存粮拿出来开始卖了，导致京城粮价不断下跌呀。他们卖他们的，我们继续稳住，根本稳不住啊！我们商会的粮食本来就是高价收的，现有人偷偷拿出去卖，我根本阻拦不住，大家都不想亏呀。什么？他们竟然敢这样做，当真是不怕死啊！哎，利益面前谁能坐得住啊？王公子，我们原先存的那些粮食也赶紧卖了吧，要不然咱们血本无归呀！王爷，完了，要不我们也开始卖吧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要你有何用？王爷，为了这个事情，我也拿出了全部家底，可是赵岩计谋太深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看来我得走最后一步了。去，告诉耶律红玉，准备动手。没想到你真的替朕解决了此事。认识这么久，我什么时候承诺过陛下的事没有做到？还是说，陛下已经对我不信任了？赵岩，若你实在舍不得那妻子，朕答应你，不让你跟他和离。答非所问。问你不答。哎呀，好了，现在粮荒已经解决，只是咱们今天可是把宁王给逼急喽。逼急？你的意思是，难道宁王他……启禀陛下！启禀陛下，宁王带着大量人马杀入宫内。启禀陛下，宁王带着大量人马杀入宫内。我去，怎么这么快？什么？御林军和京津营呢？已经在拼死抵抗，但对方似乎早有预谋。兵部情报网已经被他们收买，我们十分被动，而且装备精良，有不少北宁国人，我们死伤惨重。传令下去，拼死守护。是。赵岩，朕的寝宫有一条密道通往城外，你快逃！要走一起走。不，我身为一国之君，却连皇位都守不住，又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朕就算是要死，也要死在这儿。哎呀，我以为日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，没想到这就结束了。这件事情责任也在我，要不是我对北宁手软，直接对他们开战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说的是，你岳母是北宁长公主一事吗？啊，这你怎么知道？朕又不是傻子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早就灭了林家满门了。陛下，你刚才说不是要赴死吗？我陪你一起。那你的妻子怎么办？北宁应该不敢动他们吧？说的倒也是。董婉清，你该退位了。王叔，你敢造反？造反？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皇家血统，先帝的儿子，我才是正统的继承人。去，把赵岩给我抓起来，交与王代臣处置。赵岩，这一次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慢着！不是，你怎么也与北宁公主在一起？多谢耶律公主相助。待朕登基之后，即刻就将天宇关及北方5省献于北宁。
公主是想要亲自收拾赵岩吧？那我就将她交给您亲自处置。什么？你要将天宇关和北方5省送给北宁？你这么做，跟叛国贼又有何异？舍不得孩子，套不得狼。龙成康，你欺师灭祖，不得好死！你骂吧，你就是骂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喊救命了。去，把他给我带过去。想必公主一定在这个人面前吃了很多亏，一定很记恨他吧？那不如代臣我剐了他。不，耶律侯爷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呀？你真要杀了我呀？龙婉清不能留，至于你嘛，本公主舍不得。毕竟还要靠你继承皇位呢。什么情况？我继承皇位？什么？耶律公主，你怎么能让赵岩继承皇位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过就是我的一颗棋子。我呢，只是为了利用你，让人马进入皇宫。现在用完了，也该结束。我从来没想到当皇帝，而是从皇爷，答对了，不过没有奖。哼，罗婉清，瞪你！国师，陛下，你退位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陛下将皇位传于大夏吧，或许还能保你一命。国师，你为何要让朕将皇位传给赵岩？莫非你竟然与北宁人勾结？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筹谋！我冤枉呀！陛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。国师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我虽是君臣，但早已情同姐妹，你为何要与北宁人勾结？陛下，他不是勾结，他本来就是北宁人。嘿，我猜的没错吧？耶律单于殿下。什么？你是怎么猜到我的身份？哼，难道你忘了我丈母娘是谁？丈母娘，你能跟我聊聊你那个北宁的侄女儿耶律红玉吗？她赖在京城不走，我老觉得她肯定要搞什么事情。红玉很有野心，很聪明，从她隐藏在还乡阁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不过，她的姐姐要比她厉害许多。姐姐？我的皇兄有3子2女，红玉最小。她有个姐姐叫耶律单于，是继我之后的北宁长公主。单于5岁时便斗败了皇兄身边的智囊团，7岁便打造出了联盟，助北宁称霸关外。只不过什么？不过她10岁的时候失踪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智慧超群，还会制造，难道？看来还是我隐瞒的不够。赵岩、龙婉清，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按我说的做，要么都死。如果赵岩当了皇帝，皇公子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事已至此，你们动手也不急于一时。我就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会找我呀？你怎么没有一剑直接把龙婉清给杀了？你是国师，他这么信任你。杀了一个大夏皇帝，还会有另一个大夏皇帝，杀了他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？当初我选你是为了让龙婉清失德，一个废物赘婿却得到皇帝的偏爱，
无论是群臣还是百姓，都会对他不满，借由此事造成朝廷动荡，消耗大夏国力。也就是说，当初你给我的推测都是假的，赵岩他根本就不是天运之人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骗局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赵岩竟然如此出人意料。无论是在集市上击溃那些杀手，还是在群英楼质押一众才俊，又弄出了火龙跟龙吟魄，现在又解决了粮荒。起初我本以为你只是个废物，可我渐渐地发现赵岩乃是大势奇才，只有他当上大夏的皇帝，两国才能真正的和平。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拒绝我，那我就会辅佐一个傀儡皇帝上位，到时候整个大夏依旧在我手里。整个大夏依旧在我手里。你既然能扶持一个傀儡皇帝，那你找我干啥呀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依我看，你是觉得我有大用，所以才费尽心思让我当这大夏皇帝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看。你3岁战胜北宁智囊团，7岁制造连弩，10岁失踪，潜入大夏，一举成为大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。像你这等人，怎么可能只觊觎一个大夏？你想要的是其他诸国全部都收入囊中吧？而这龙吟魄就是关键。当然了，你也知道我不可能任你拿捏，所以你才让这个耶律红玉来借助，以后打算用孩子说事。当然了，你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底牌，晚清和西瑶就是你另外一个底牌，让他们来威胁我。什么？你与耶律红玉？那林夕瑶知道吗？陛下，这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不愧是本公主看中的人，竟然将我的计划猜得丝毫不差。不过有一点，你错了。哦？哪错了？你以为那日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耶律红玉吗？你说什么？那不是他，难道还……你，哼！就算我猜错了，不过你们也猜错了。什么错了？你们以为我没有后手吗？后手？动手！这些人是何时躲藏在宫中的？朕怎么不知晓？我制造火枪那一刻，便着手培训死士。我可是大夏王，手段还是要有的。况且，连陛下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而其他人，就比如说大夏曾经的国师大人，又岂能知情呢？赵岩，豢养死士乃是叛国之罪。陛下都这个节骨眼了，你还想判我的罪？朕先记你一功。赵岩，赶紧下令，将这些人全部给朕处死。陛下，你要真杀了他们，那大夏跟北宁就彻底撕破脸了。既然你不愿意动手，那朕亲自动手。耶律单于，你放开他，我不杀你。放了他可以，不过得拿你来换。好，我来当人质。赵岩，你……陛下，一切为了大夏，无妨。
你们都听着，以后所有人都要听命于陛下，陛下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，陛下让你们做什么，都不可违背，哪怕是杀了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陛下，我与妹妹只想全身而退，还请你不要派人追捕。另外，请陛下下令，肃清京城到天宇关的道路，否则赵岩将性命不保。今无畏护驾来迟，请陛下责罚。无妨，危机已除，宫内乱贼如何？都已经赶走，多亏了大夏王的龙吟坡。陛下，大夏王被劫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想要要挟大夏王去北宁，朕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尔等速速随朕去追北宁公主，定要把大夏王给朕抢回来。耶律单于，立即将大夏王给放了，朕可以饶你们二人不死。饶我们不死，恐怕你是想把我们两姐妹永远囚禁在大夏吧？要是这样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大夏王，看来这个女人并不在意你的死活，否则的话，她就不会带人来追了。陛下，原来真想杀了我，原来你真想杀了我。不是朕狠心，若你跟他们去了北宁，我大夏将永无宁日。我没错，你也没错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你们听陛下的。动手！住手！陛下，我们开枪之时，大夏王3人已经跌入悬崖。赵岩，朕后悔了，朕不想让你死，朕还想嫁给你呢，赵岩。又在想赵岩了？没有。织女莫若母，你在想什么？为娘如何不知道？夫人小姐，陛下来了。参见。不必行礼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客气。赵岩还没有消息吧？赵岩那个狗东西，跳崖没死，还娶了耶律两姐妹，还跟他们跑去了北宁，2年多未归家。细瑶，别想他了，朕再给你介绍个好夫婿。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？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？香哥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干脆死在北宁算了。嗨，这不是因为单于继位，事情太多了吗？这不，我一处理完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哼，见过夫人，见过大姐，见过二姐。哼，算你们还懂点礼数。大老婆，你可是皇帝，别动不动就耍小性子。给你个面子。北宁那边处理怎么样了？100万铁骑已经准备就绪，并且每人都配备了火枪和手雷，再加上千门龙吟魄，我保证2年之内横扫其他5国，天下一统。天下一统？那北宁呢？怎么，你还想吞并我北宁？哼，你们北宁一向是野心勃勃，别以为你嫁给赵岩，又给他生个儿子，朕就可以不提防你们。那要不我们2个打一架？好啊，打就打。老婆们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别说那些伤和气的话。为父现在有一项大计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什么大计？什么大计？
为父的大计就是造神。老婆们，来吧！赵岩，姑爷，你抓我做什么？真是还没准备好，还想多吃多占，跟我们进房。